在国外旅行，有时候想吃口中餐了，这个时候往往会想到唐人街。那么唐人街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今天咱们就到安特卫普和米兰的唐人街去看看。湿的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唐人街。唐人街有很多名字，中国城、中华街，主要就是在外国的华人聚集区。有的唐人街就是一条街道，而有的唐人街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区域。事实上，第一个唐人街是在菲律宾的敏洛区，也叫比诺多区，从1594年开始建立。最早其实也不是什么好词，主要是当时的西班牙人为了控制在菲律宾的一些华人，所以就划出了一个专门活动的区域。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欧洲，欧洲第一个唐人街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，时间晚很多，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。当时英国、荷兰的商船很多，而那时候的中国战乱也比较多，所以很多华人就出来在商船上打工。后来就到了20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，很多航运公司倒闭或者说裁员，那大量的华人员工就留在了当地的港口附近，逐渐就开启了餐馆，做一些贸易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加入，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华人聚集区，也就是唐人街。我们刚刚说到，有的唐人街就是一个街道，有的是一个社区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街道，就是位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唐人街。就像它的名字，规模不大，就是一条街，但这是比利时最大的唐人街。地址就在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的对面。这个唐人街主要是在2战到2战之后，大量的华人到欧洲来生活，逐渐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社区。这个门口就有一个非常醒目的牌楼，这个牌楼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是在2006年的时候，由安特卫普市政府和当地的华人社团共同出资修建。当然，修建过程肯定是没有那么顺利，有强烈支持的，也有强烈反对的。不过最终还是决定修建，于2010年建成。这个牌楼一立，唐人街的感觉就立马出来了。虽然这个唐人街比较小，但是里面的内容非常多，有功夫学校，还有佛教寺庙，还有文化交流机构和贸易公司，还有非常多的亚洲超市，当然中餐馆是最多的。看完了比利时最大的唐人街，咱们再到米兰去看一下。米兰这个唐人街比安特卫普的要大很多，是一个很大的街区。在2014年的时候，当地的华人社区也提出要不在街道两边建2个牌坊，类似于很多唐人街的做法，但是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施。米兰这个唐人街形成于1920年左右，当时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了意大利，这里面主要是浙江地区的移民，再细分就是温州移民。所以米兰的中餐，尤其是浙菜特别好吃，而且不一定局限于唐人街，应该说整个意大利，尤其是米兰地区的中餐，放在欧洲水准都是比较高的。咱们再回到这个唐人街的历史，因为大量浙商的到来，很多小买卖就兴盛起来，最初主要集中在服装跟皮革制品上，这也衍生出很多刻板印象。到了90年代，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来到这里进行国际贸易，街区开始越来越繁荣。所以这里不仅仅有餐馆、超市、服装店，还有很多电子设备、高科技、旅行社、美容美发，还有卡拉 OK， 应有尽有，和国内的联系也非常紧密。一些流行元素这里也能找得到。你看这你受得了吗？唐人街看名字就知道是以华人为主，现在还是。不过现在各种亚洲商品在这里也能找得到，逐渐成为一个融合亚洲文化的大社区。如果你在旅行的时候想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，不妨到唐人街来逛一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下期再见。